客朋友们，欢迎您搭乘轻翼游船北邮25。游船正驶向我国地质年龄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这个船好大哟，有3层那么高。对，我们现在第3层了。这次为什么要来涠洲岛呀？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涠洲岛的。你第一次来？对。哦。因为这是一个火山岛，不停的喷发、分发，最后积攒出来这么一个岛。我觉得这个岛其实像是地球的一个缩影，它孤悬在大海中，就像地球悬在这个宇宙中一样。它的土很贫瘠，然后这个岛上没有什么自有的像样的农业，它种不了什么庄稼，很多东西都要从外边运过来。淡水呢也没有大江大河注入，就靠它自己的那一点地下水，所以就跟地球一样，它自己的资源就那么一点儿。通过研究它，我们可以了解整个地球的一个现状，它的危机可能就是地球的危机。您一个船有多少人？咱们这条船舶呢，满客是850人。如果旺季的话，每天上岛的旅客达到2万左右。每天2万啊！哇塞！对，你看这个也有点像地球的缩影，就是人口非常密集啊，人类的压力给这个岛非常大。前面那个就是涠洲岛了。整个涠洲岛的它那个形状就挺像一条鲸鱼的，它正好是这么一个头，然后这样弯过来一个小尾巴。上岛了，这是一个小制高点，从这儿开始转一大圈到咱们这儿，这是一个天然的港口，叫南湾。这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这是整个现在被海水填成海湾了。中间那个岛，那个叫猪仔岛，像一个小猪，那个就是曾经的火山口的遗迹。所以那个呢，那个小山坡那边呢？那个叫滴水单平，看面它是一个断崖，下边有一些黑色的玄武岩，那边有更多的火山遗迹。小梁老师说，涠洲岛周边的海水清澈透明，这种玻璃海特别适宜珊瑚生长。曾经，珊瑚围着岛形成了一圈城墙，抵御着海水对海岸的侵蚀。如今的状况又如何呢？今天也是正好有2个搞科研的老师在这儿做研究，跟大家一块儿来逛一逛。像这个岩石在这个海滩上，它日积月累有这个海水的冲刷，对它的这个外形也会有一些改变吧？对，这是他们当地的摄影师，他们拍的，也就是滴水单平原来那个平坦的那个地方。它10几年前还有这个树。这是10几年前拍的。对，现在我们、这里还有树，原来。对，这些年你看，当时的树还不少呢。现在是一棵都没有了。现在都这了，现在变成这样了。对所以它这个冲蚀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平台就是海蚀平台，平台上看出有好多这种圆形的坑，这里头包裹的大的岩块，被包裹在石头里头，然后海水给它侵蚀的时候，就把里头的大的岩块给它剥蚀出去，剩下的就是一个坑。这儿开始有活珊瑚了，真是各种颜色，漂亮。这里面的这个珊瑚啊，这个是珊瑚吗？对，是珊瑚，这种彩色的、有颜色的这种活的珊瑚。但它们也不怕缺水，反正每天这个潮涨潮落的。对，不会的。海蚀平台上的坑洞常年蓄水，长了很多珊瑚，不用下海就能欣赏到水族缸般的美景。底栖生物专家刘猛林老师要在这里做一次珊瑚调查。珊瑚我们鉴定的要点是先看一下珊瑚的整体是什么形状，然后再拍细节。我们可以把那个相机伸进去拍，这是防水的。这样啊？对，可以。
我们哦，拍得好清楚啊。没错啦。那我们要拍每一个不一样的珊瑚吗？对，就是要多拍，然后才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要这么近是吧？要这么大吗？要这么大？没有放大了，原大是这么大。哦，那差不多。但是放大清晰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这个非常清晰了。哦，非常好。是吗？嗯。我再拍一张。它这里面有鱼，我想把珊瑚和鱼拍在一起，看看能不能啊。老胡，你在看啥？还在拍珊瑚。可是他感觉像看到了一个动物。它里边有好多鱼。我要在这儿耐心的等待。它有一条鱼一直在这里游来游去的。这边有孟加拉豆娘鱼。找一个刁钻的角度。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耐心。哦，它在这里啊！哎呀，你们还回来不？非常专注。我欣赏这种工作态度。嘿，盲拍还是有用的。逮到了，逮到了。哎，这有一条很奇特的鱼，这条鱼，它有保护色，它跟旁边的那个珊瑚还有石头颜色很接近。不仔细看，你就以为是一截断了的珊瑚。你换一个视角。换一个距离去观察你惯性认知里的东西，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美。相机是非常微观的距离去观察，像那个蜂巢珊瑚，它每一个蜂巢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包括它那个颜色都不一样。哇，你看龙哥，哇，这个工作态度简直无敌了！拍到哪儿了？他趴在那儿呢。哦。漂亮。龙哥，我看你拍的。哇，这么绿。非常绿的一个。我拍了好多，我的相机里拍到很多宝石的颜色，就是很像人工染上去的这种颜色，但是它是纯天然。那些珊瑚非常的艳丽，非常漂亮。感觉好像你进了深海一样。这儿有一个活的柳珊瑚，红色的，红色的就是那黑的那个柳珊瑚活着的时候，这颗都快死了，没有几根红的了。但是这个其实是生活在更靠海里边的，就是这个岛外圈是一圈是珊瑚，再外圈是柳珊瑚啊，所以这么浅的水它不是，它都不应该在这儿。应该是被浪卷上。可惜啊！啊，它本来这个红色是长在这个上面的，对，包裹着，包裹着。哎呀，种回去，种回去，估计也活不了。哎呀。那一片珊瑚有点白化了啊。短时间的白化是可逆的，但长时间的话就可能就死掉了。它白化的原因是什么？温度过高或者过低，现在一般来说是过高，或者是光照不足，盐度太低。珊瑚的最适宜温度是23到28度。我之前在东南亚，我是见过那种珊瑚会非常多，就跟栅栏似的拦着你，你都没法往前走。那个我觉得应该是涠洲岛最开始的时候的那种原始的状态，应该是那样的繁盛。
涠洲岛的珊瑚相比曾经发生了很大衰退。但是刘老师告诉我，在北海有一个保护基地正在人工繁育和种植珊瑚，试图挽救这个现状。这个是北海的一个繁育珊瑚、海草、红树的这么一个基地。近海有3大生态系统：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咱们今天主要看看它这儿的这个珊瑚。哎，葛老师，哎，你好，你好。这是负责的葛老师。这就是他们繁殖珊瑚的大棚。繁殖完了，养了差不多，就再种到海里去啊？对，种回涠洲岛这些地方。这里面一共有多少种珊瑚呀？我们有10个属的珊瑚，有30多个品种，大概2万多株珊瑚。哦。像这种就是群体的珊瑚虫，它在这种荧光灯下就会有这个荧光色彩。对。每一个这个小房间是一个虫子，它会不停地分裂。然后这个就是单体，这一个是一个虫子。你看它中间只有一个嘴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虫子。活的。活的。所以这就是你看它们俩的区别，它可以吃很大块的鱼啊、肉啊什么的。这在刷什么呀？这是。这是这个师傅在洗这个基质，它们每一个珊瑚都要长在这个水泥板上，但是这水泥板长长了呢，就会长藻类，这个藻类跟珊瑚是敌人，只要藻类长起来，它就把珊瑚盖住，珊瑚就晒不到太阳，就死了，把海藻刷掉，把海藻刷掉，这个是在他们这儿很繁琐的一个工作，老得做，我们去控制这些藻类。珊瑚可以种在水泥上吗？对。他们这个水泥是特制的水泥，他们这儿反正就2个工作，一个是做水泥块，一个是清除藻类。要不然这个胡哥跟涛姐去清除一下这个藻类，然后我跟龙哥去做点水泥块。做水泥块？对，咱们做点新的。好呀。这边我们来做一下水泥基座，水泥加海沙，就混匀就可以了。和匀加水。然后再给它按照这个方块的边儿给它摊平了那个。是的，把它抹均匀以后，我们用这个模具去给它定型。现在我手上的是圆形的模具，往下套以后它就形成一个圆了。等它干了以后，它就是一个圆形的基座。这个模具全靠手工做模具是我们自己自创的，可以重复使用。首先这个板呢，用海里的沙子做，珊瑚对海里的沙子更感觉亲切。然后第二呢，粗糙一点也确实更符合礁石的那种质感，更利于它附着。第3呢，也是成本低。实践出真理啊！这种方法一看就是您长期实践中自己总结出来的。是的。这圆的底儿跟这个蜂窝底儿有什么区别？这6角形呢，它摆放更多。圆的一般我们是摆放鹿角珊瑚。因为鹿角珊瑚生长速度稍微快一点。它需要的空间要隔离得比较远。这个还真是，你不种还真想不到这一点。就是。这后边还有葛老师自己做的一个人工造浪器，本来是一直有电冲着造浪嘛，然后葛老师那个是水一直冲到一个桶里，然后冲满之后那桶哗摇，游乐场那种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儿的人都是真用脑子去做事儿，说明是真喜欢这个事业，真想让这儿的这些生命长得好，长得多，然后富裕回去，整个广西这不就好了吗？行了，可以了，那就让它晾着吧。海的味道还挺浓。多久呢？要洗一次啊？10多天要洗，10几天。哇，你这刷的好干净啊！这个刷得很干净。你刷人家都刷秃噜皮了，你这都。我感觉把珊瑚都刷掉了。要轻轻的。长珊瑚的地方也轻一点呗，没珊瑚的地方也重一点。这里没有珊瑚嘞。没有珊瑚的地方就刷重一点喽。有珊瑚的地方就轻一点喽。
你都会喽。他知道我在给他洗澡吗？啊？那看到肯定知道了。他知道吗？你觉得？他看了电视就知道了。我刷他不舒服，他会藏起来吗？帮他洗澡，他肯定舒服了咯。哇，好多汗呀！热了，太阳出来了。哇，我这个汗。现在我们操作人工珊瑚无性繁育的一个过程。好啊，哦，这种类还挺多呀，这都是什么种类啊？这个是蔷薇珊瑚。这蔷薇珊瑚长大了是不是能长一大片？对，一片像个祥云一样，一圈一圈一圈这样。这跟我想象中珊瑚怎么不一样啊？长，这是苗子。让我们师傅来演示一试。剪刀啊？是的。一定要从骨头那儿开始剪，不能剪肉。哦。谁说男人没有共情力？龙哥这讲感同身受似的，比他还有呵。每一刀就剪在我身上。我们把珊瑚进行剪切了以后，把它种到我们做好的基座上，然后再放在我们的珊瑚池里面进行一段时间培养繁育，它就成为另外一个个体了。大概就这么操作。那好，那我们开始干，就这么。尽量泡在水里面弄因为珊瑚离水不能太久。哎，行。哎，这蔷薇珊瑚剪得我有点害怕。我也是。不是这一个动物，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剪人家。哎呀，对不起啦，不要怪我呀！哎呀，给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吃浮游生物，浮游藻类啊。大口气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吃鱿鱼啊。哦，它就直接吃这个小的鱿鱼是吧？是啊，这样放在这个嘴巴中间，它慢慢就会收起来了。哦，我看见了，你看它的嘴巴张起来了，它已经在吸了。一天喂几次呀？几天喂一次。几天喂一次？哇，这个嘴巴大，它应该能多吃一点。其实你给它摆在那个位置，它就会慢慢的打开嘴巴吸进去了。哦。这两个好漂亮的小珊瑚，你看这个漂亮吧？对，长得跟你似的。谢谢。这个就粉红色的。对啊。我找一个长得像我的吧。这个。行。那你喂你自己吧。好，我喂我自己。有，放在那后边的。好，再把这个拿。哎呀，这个。哪个是龙哥啊？这个。好。再找一个小亮。你觉得哪个是小亮？这个吧，这个像小亮吧？啊，像，我也觉得像。眼睛像是吧？像。亮仔吃饭喽。因为里面实在太热了，我们出来透口气。他们在做什么？在做珊瑚，桃姐，快来。他们做的是你就给他掰了。是。就他随便剪成什么样，对他来讲的，就他这个。会慢慢又会长成另外一个这样的。像这个形状。你看，他跟我一样吗？哦。你看。哎，不疼啊。疼。我们刚才把你们俩也喂了，给你们俩都找到了属于你们自己的珊瑚。把我们俩喂了。现在他把我们剪了。天哪！点那个吧。高老师，您是哪一年到这边来的呀？我是2000年来这了。24年了。对。在很久以前，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这个知识，然后自己去摸索养殖珊瑚，然后慢慢吸取了好多经验，大家共同努力，现在涠洲岛的修复有一定的成效了。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说现在那个全球的气温持续上升哈，那如果说整个大的环境它不改变的话，我们把它放到海洋里，它依然无法存活。
所以说现在我们还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选一些品种，它比较能抗自然界的气候的变化。我们首先先繁殖这些类型的品种，进行放流，让它自然修复。我觉得总归要试一试。其实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试验，然后看看哪个长得好，哪个长得快什么的。哎，等到万一这个气候合适了，它就可以大规模的去铺开啊。就这些工作都是要提前做的。珊瑚是幸运的，人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保护它。但是有些物种已经在中国永远消失了，比如曾经生活在北部湾的巨大海兽儒艮。这个是儒艮保护区的一个展览馆，这就是儒艮的骨骼，像恐龙一样。是有点像。它会长这样啊？对，这是76年在这儿抓的一个标本。76年。对，我出生那年，是吧？哦。它为什么叫儒艮？它这个拉丁名都贡都艮。都贡。对，就是它的来源是马来语贡，海里的女人的这个发音，所以都说它是这个美人鱼的原型。以前这样的儒艮是很多的，在整个北部湾沿岸。那现在我们国家其他地方还有儒艮吗？没有，从02年到现在，在全中国没有儒艮。就当时人们认为这东西数量还不少，还可以抓一下，但没想到它消失得这么快。物种的灭绝啊，它有很多原因，可能有自身被淘汰的原因啊，也有整个环境变化对它的影响啊。但是说这个里面有多少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这个我们不好说。就是生物多样性，它其实是能够平衡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可能有一大半也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吧。儒艮呀，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它们之前就消失了。但是还有一种海兽，2018年才被发现是稳定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咱们不能让它成为第二个儒艮，需要抓紧时间了解它。那这只就是涠洲岛现在的明星布氏鲸，一个真实的骨骼，这么大，那么厉害。对，这是一个成年的，11米。这只就是那只死的幼鲸，当时人们发现它了，啊，就在这儿一直转悠，然后就发现，你看它这嘴这儿有2个大伤口，这伤口应该是让渔网勒的，然后到后来人们给它就是带到远处了，结果还是死了。布氏鲸是属于中国现在近海能稳定看到的，就是唯一的鲸鱼，就是在涠洲岛附近。在涠洲岛上，我们认识一些研究布氏鲸的老师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去登船看一看。第一，看看能不能看到布氏鲸；第二，看看它的食物啊都是什么。哦，好呀。要出海了吗？要出海。能看到布氏鲸。上船啦！哦。在出海前，我们先拜访了研究布氏鲸的专家陈默，了解布氏鲸研究的最新进展。布氏鲸大概就长这个样子。须鲸科的动物，所有的须鲸在中国现在都是国家1级。它最喜欢吃的那个鱼叫做鲫鱼，就是这个是吧？对，这么小，很小的，他们就吃这种小型的鱼，成群的鱼类。就是这些鲫鱼在海里边也都张着嘴，用鳃过滤东西，就跟鲸鱼似的，是吧？啊，他们也这么过滤，鲸鱼也这么吃它们。套娃，套娃，是吧？很好笑，对。我之前有听说这里的布氏鲸，它的那个捕食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把一个人给吞进去了。不在这里哦，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儿，在南非有一次。所以它是不会这个这个至少我们没有看到过它吃，
而且2次已知的，他把人装进嘴巴里都吐出来了。是不是他觉得这个个体特别大？我们猜有2种原因。第一种就是如果毛毛虫掉进我们嘴巴里，毛毛虫，这个好恶心啊！那肯定是吐出来，对不对？不会吞下去。第二个，其实所有的须鲸的喉咙都特别小，所以真的这个把人吃进去，其实它也噎死。真的。中国沿海其实以前也有很多的鲸类分布，而且据说以前在大连那边见长须鲸都是一次见上百头。以前是多以前，可能大概80年代以前吧。老一辈的科学家猜测广西这边有可能有布氏鲸，但是没有开展过任何的调查。我们一直认为可能中国近海不存在大型的须鲸，所以我们也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给大家看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我们大概18年的9月份拍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知道它什么时间会出现在这里。其实这一群鲸鱼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它一直都存在于这片海域里边，就感觉好像冥冥之中注定的，到了这个时候，由我们去发现了它们。我们讲鲸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船靠近了，它会不会对它有什么影响？那其实我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就3个字：不知道。因为我们说所有不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很重要的研究，就是声学研究。我们就来听一听各种鲸类会发出的声音。第一个是座头鲸。是不是很多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鲸鱼的叫声都是用座头鲸的？对，没错。然后我为什么单独把座头鲸拎出来给大家先听这个，就是因为不仅电影里边，我们看到很多视频里边，就座头鲸的声音，他们就放到所有的鲸鱼身上。很多人认为所有鲸鱼发出声音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每种鲸鱼都不一样。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其他的海洋好声音。那这个是蓝鲸，蓝鲸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我们来看看它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蓝鲸的声音很低啊，很低，很低，感觉就很危险。它的声音大概是在100赫兹以下，这种对于我们来说叫做低频。那低频的声音很沉。然后所以它传播距离很远，但是它的变化就很少。接下来再来听涛姐的声音，跟这个比较像。你的声音像虎鲸。它比较像鸟的声音。差不多。对。它的声音属于高频声，频率很高，所以它的变化很多。但是它的这个传播距离肯定就没这么远。好，最后布氏鲸，布氏鲸的声音是所有鲸类里边最难以听到的一个声音。然后因为它发声的中间的间隔有时候会很长，而且发声很短。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我们自己录的，这是水声。然后是鲸鱼的声音，对。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就特别想了解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是能有朝一日跟他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就是我们明天出海。那我们如果出海的话，会做哪些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是做个体识别，就是要了解这片海域到底有多少头鲸出现。拍照，照相识别，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只要看到鲸的时候就要拍。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遇到粪便就去捞，因为我们要给布氏鲸体检。之外，我们可以收录各种各样的声音，录声音的时候我们要记录它什么行为。明天如果有机会好，我们录一下。我们也有专业的。然后现在就是看老天。明天我们会有好运气的，相信吗？
呀嘿，好。勇敢！哎，拜拜。我们看谁先找到，看妈祖厉害还是龙王厉害哦。我像不像船老大？我要这样，扒着。刺激啊！追上他们！这是大海捞针呢，这玩意儿，再大的鲸鱼在这里边也是小小的一个。研究鲸鱼感觉是又浪漫又绝望的一个工作。在后面，在后面。好，来前面看看，1点钟，1点钟。哎，有吗？有吗？哪儿？哇，这些浪跟那鲸鱼后背太像了。现在水清，是玻璃海。现在最清是吧？嗯。但是，一般这个季节鲸鱼不会出现。这鲸鱼跟玻璃海同时出现，还挺罕见的。我是一直心里边有一块石头，不知道这次去是不是把大家折腾一通。我们需要把引擎全关停吗？关了吗？已经。这确实是不太好调查啊，也不吃饭也不拉屎，这不急死人吗？能不能出来？我来跟他对话。能不能出来？涛姐在学吧？对，涛姐的海豚音。我这块怎么没有浪啊？这一片水。因为那堆的水印啊，看到没有？哦，很光滑的，脚板印一样。啊，脚印。啊，鲸鱼也有脚印儿。这一块没有浪，好神奇。就有一块特别大的，又圆又大，然后边缘又清晰，一个痕迹。这个圆里边没有任何波浪，好神奇啊！哇，鲸鱼能留下这种痕迹啊！哦，在那里吗？哦，我看到喽。啊，那看见了，这就在这，两条就在这，就在我们前面。两只在一起的。母子他们是吧？好，那前面看，1点钟，1点钟那里。哎，这出来了。哦。两条。哦，那里，两只都张嘴了。哇！2条鲸鱼张着嘴巴，一条大一条小的，我觉得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这跟你看图片、看视频其实是2种感受。真的，你亲眼去看到了之后，它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种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在正前方。哦，那里，两只都张嘴了。哇，哎呀，闭嘴了，吃饭了。好哦。哇，好近啊，我们离它。我觉得挺难得的是能够看到
应该是一个母鲸和一个小鲸在一起。就那一刹那，我还是会有一种就是那种母性的感觉出来，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在觅食的感觉，我觉得都挺感动的。好了，下去喽。下去了。他们害怕走啦。肯定啦。喂，你们动静太大了。现在有点害怕，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孩子。动静太大了，把鲸都吓跑了。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直接看过布氏鲸的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肯定是想去看的。但是到了现场呢，又有一点怎么讲？我就觉得，然后对他们又是一种打扰。我们那艘船的船长一看到鲸鱼露头就开船冲上去了，我们一直让他慢点开，他老说没事儿没事儿。后来我们干脆让他关机停船。涠洲岛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很多游客来观鲸，但是观鲸流程还不太规范。后来我也问了陈默老师怎么应对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到底我们会不会打扰他，或者他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唯一的一个地球上，我们其实都要去习惯我们的生活中有他也在不断的习惯他的生活中有人。做科研的同时，我们也会做一些保护的工作，给船长们聊聊天，讲一讲如何能够既给游客有很好的体验，又让这一群鲸鱼在这一片海域能够很安心的生活。这些宣传和保护的工作，让岛上的很多人都开始关注、思考如何去保护这些鲸鱼。观鲸这个过程是让更多的游客可以看到鲸鱼的可爱，认识到它们，喜欢上它们以后，才会考虑到或者关心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期待就是说，布氏鲸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它们并没有恶意，我们并不想伤害它们我们只是想更了解它们。已经有一些船长跟我交流，如何才能更好的让这些鲸鱼更长时间的生活在这片海域，安心的捕食。我觉得布氏鲸给这个岛赋予的不仅仅是很好的经济回报，其实是点燃了大家对海的求知欲，对于海的热爱，关注整个海洋的健康状况，甚至去关注我们整个地球的健康状况。刚看到鲸鱼不久，天就黑了，所以我们这次没有完成科研工作。运气很不错了啊，鲸鱼很给我们面子了。捞到粪便对吧？对，下次有机会吧。这样还会来啊？要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一次。好。后来，我和涛姐因为工作抽不开身，由陈龙和小亮再次来到涠洲岛，对布氏鲸开展科研工作。我又回来了。哎呀，龙哥，这个再来涠洲岛，气候宜人了许多呀，终于不热，终于不热，甚至有点冷。上一次太仓促，对，而且那个就是看见鲸鱼，那鲸鱼太贼了，一会儿一潜，一会儿一潜，它没法做科研，所以这一次咱们背负着老胡跟涛姐的厚望，咱们把这个实验咱给它做好。没问题。那今天我们俩是一艘船吗？2个船。这次我们主要是做采集它们的鼻涕，录鲸鱼的声音。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用飞机去收集鲸鱼的鼻涕。您之前有没有闻到过鲸鱼喷出来的气味？有。什么味儿？您特别有点腥臭。腥臭啊？对对。我就想验证这个事儿。我之前看中国古代的这书里边记载说，这个中国的水手，古代水手，
一旦遇到这鲸鱼在船旁边喷水，就争着拿盆去接这水啊。说因为这个叫海水咸苦，然后从它这个脑袋后边那个血里边喷出来，反甘甜如泉水。其实应该不是的，不是吧？我想的就不合理。我说这个又是鼻涕又是海水，它也不可能甘甜如泉水。是，他们分析可能是有一些厌氧菌。厌氧菌。对，因为它长期在海底。有意思，我也想问问。国内好像还没有成功的收集过这样的鼻涕，没有过。所以如果我们收集到了，那就是国内第一个鼻涕。哇，那太牛了！我的妈呀！我的天！这个浪大的话，鲸鱼也会倾向于就是不来嘛。对，它捕鱼也困难。哇，那边浪很大哎。浪大其实不太容易看。茫茫大海，何处寻鲸啊？今天估计还是有点难。这个就是无人机，是吧？先升高看看，如果有鲸鱼在的话，会比较明显。我的妈呀！水已经冲上来。你说大海捞针难，你大海捞鲸都这么难，就只能是愣找。我们坐在船上的时候，可能有无数的瞬间，它就从旁边过去了，但是它是从底下游过去的，你看不到。如果说看不到鲸鱼，咱们就当练习了。我们一般在这附近先看一看，然后如果比较固定的在这个附近游，我们就可以放声学设备了。然后我们放下去大概2米左右，如果鲸在附近游，就有可能能记录到它的声音。我们试一下。好。然后如果它有一些不一样的行为，我们就会做一次记录，这样我们回去就可以把声音和行为比对起来。啊。你可以听一下，海里有一些可能是噪音，因为这个可能都全是噪音了。所以海底声音是很杂的，而且水流很大，这个声音就像我洗澡的声音。当你戴上耳机仔细去听的时候，它里面会有水流的声音，有滋里擦啦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声音。一开始觉得很刺耳，但是慢慢你听进去了以后，会忽略那个杂声，或者说你已经接受那种嘈杂的声音。所以我在想象鲸鱼游过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声音？会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物体从那呼的这种声音，还是说它悄然无声的？可能都有可能。这可能也是我蛮想去探索的一个方面。远处看来是没有鲸鱼。啊，其实工序挺简单，只要找到鲸鱼，然后飞过去就行啊。对。他们收集那个鲸鱼的那个鼻涕，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用那个无人机绑几个培养皿，飞到那鲸鱼的鼻孔上方去，然后鲸鱼正好一喷，就喷它的那个培养皿上。啊，这都是要跟它有相当近的距离。只要是控制好了，对鲸鱼的这个影响还是能减到最低的。咱们用那个胶头滴管，然后把它从上面吸下来，看那一滴黏糊，然后就把它放进去。对。采完之后就给它放到这个冰箱里，
嗯，对，就这个。帽子掉了。啊！这浪太大了，要不先回吧。好，帽子是我的本体。对，择日再战。这水里边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棕色的小圆球。哎，其实仔细看，你们海水里面好多微生物啊。是的，如果回去拿显微镜看，里边随便一滴、2滴的海水里边都有很多东西。我就这样肉眼看，有好多东西啊。这就是我刚才捞的那个小圆球，是吗？对对对，就是那个球形中囊藻，它是一个一个小的囊体组成的一个大的囊藻。对，有个洞的，对对对，还有在游泳的，是的，还有一些东西在游泳。是它的囊体的旁边，挺漂亮的。海里面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从最大的鲸类到最小的细菌都在海里边有。这儿的这鱼，一张嘴就这么多东西吃进去了。大概地球50%到70%的氧气是海洋产生的。那海洋产生氧气就是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为主。鲸的数量如果很多的话，在海里边，那它的粪便是海洋里浮游植物的养分。所以鲸类的粪便促进浮游植物的生长，浮游植物在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然后产生氧气。它这就相当于给地球上最大的氧气库施肥。是的，没错。那咱后边是不是还得再出去？我觉得还得去，还得去，肯定得去。从我们自己的调查来说，我们要越多的时间在海上越好，尽可能的多在海上做观察、做采样，然后采集更多的样本。我就被吹得乱七八糟了。今天必须得看到，必须看到！我去，更是。往这边，龙哥。鲸鱼没看到，我快变鲸鱼了，我的内裤都湿了。哇！有看到鲸鱼吗？他说开都开几毛。看得到啊？他说他也没看到。听天由命吧，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不确定中去运行，所以这是这项工作的难点，可能也是它的一个吸引吧。他们年复一日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我就会挺枯燥的。其实科研工作是挺枯燥的，就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寻找，然后那个需要蛛丝马迹，然后再慢慢去堆积，然后可能出现一个成果，这是谁也不知道的。看来今天他们不太想上班啊。这种东西，研究野生动物就是这样的，你得跟着他们走，不能让他们跟着你走。先回去吧，虽然现在天儿很好，但是他们不出来也没办法。我们2天其实出去了3次嘛，对科研的工作人员，包括陈老师他们来说，他们可能常年就是这样，那还是很值得。至少我们知道了陈老师他们平时是怎么工作的，然后他们工作难度有多大，观鲸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Hello， 小亮老师，陈默老师。哇，她姐好美啊！我就听见有人说我好美，对吧？对对对，你是选择性听见。你今天怎么样？首先就报告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就是可以说失败了。就是没有完成那个科研。还不如我们上一次是吗？啊不，您听着啊，就是
就是首先我跟龙哥，跟这个陈老师啊，学了各种的这个科研的方法，这些流程我们完全都会了，下次直接可以用了。对，就差鲸鱼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在盘素材的时候啊，也发现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我们剧组在您二位也在的那回，有一天早晨的凌晨就拍到了，我觉得都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鲸鱼的画面，给二位看一下，能看见吧？能看见。哦，不止一头哎，这是一对母子。哇，对，这个相当于从各个角度都看见。哇，对，所以它有很多的细节可以供这个陈默老师辨认。那么他辨认之后，发现这一对母子就是咱们上次去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对母子。哦，这个是妈妈。他张嘴立在那儿，看着特像一朵兰花。对，你看我们就是用这么小的一个船，非常小，本来离它有一段距离，就停在海里，结果后来这鲸鱼自己游过来了，就到这么近，就在船边张开嘴。一小心进到竹子嘴巴里了，真是差点就能进去。另外，我们还记录了一些这两个鲸鱼啊比较珍贵的行为。他们在捕食的时候，这个妈妈跟孩子的动作是不一样。你看，妈妈是竖着张嘴，这个孩子是横着张嘴。哦，这个就还没学会。对，他还没学会竖着张。嗯，对的。所以这个是行为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图像记录。然后还有一个拉扯，是不是在后边？哦，我看见了，黄的。对。黄绿黄绿的，哇塞，这么多！跟那个飞机在天空中排出气很像啊。对，看着多诱人呢。这是咱们当时对，是傍晚的时候一起看到的那天拍的。对，你看旁边那头幼鲸就已经开始在张嘴，有点捕食了。张嘴都没看到。浪太大了，一张嘴全是浪。小梁老师还飞了一顶帽子。我的灵魂留在涠洲岛了。哎呦，留下了。然后这一头也是你们那天下午看到的那一对母子。就当天其实我就翻看了我们的个体识别的数据库，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一头是没有被记录也没有命名的。新来的，第一次见。我们看到尾鳍有个缺口。所以这就可以来判断它是之前没有记录过的一个个体。我们要不要纪念一下我们这一次出行？就是咱们新发现的那一对母子，咱们给它起个名字。妈妈呀，妈妈就叫涛涛，孩子就叫小亮，不得了吗？这是一个组合吗？我觉得妈妈应该叫东方之子啊，我们这是孩子嘛，你不是把你的灵魂丢在了海里吗？小帽嘛，你每次想到你的小帽就想到了，那也不错，孩子叫小帽啊，东方跟小帽，东方小帽了。好，反正这些素材我们都会提供给陈默老师啊，给他做科研用，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对，我们也很遗憾了，当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一起前去，但是我觉得其实挺感激你们的，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一个责任，是一个决心，也是一个付出和一个热爱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期待永远都在，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经历吧。就这一次出海，可能有一些遗憾。但是我觉得小小的遗憾，也是让观众能够知道做这些事情并不那么的简单和容易。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能拍到那么清晰的图像，比我们自己看到更有意义。我觉得真实比完美更重要。好，说得好，这下我们就舒服多了。
其实现在的布氏鲸研究到现在将近7年的时间，但实际上我们鲸类的研究和布氏鲸的研究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不管是人力上还是物力上，都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才会出现有的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出海。这一次你们能来，我觉得特别开心。虽然时间很短，只是几天时间，但是这些记录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珍贵，特别感激大家来参与这个工作，跟我们好几天在海上漂着，全身被打湿，忍受着晕船等等等等。但是正是因为大家的参与，才给了我们做布氏鲸研究更大的鼓励，也激励我们不断的去一路前行。我们看了儒艮，看了珊瑚，看了布氏鲸，这就是人类面对自然的3个历程。你像儒艮，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还没研究它就没了。那布氏鲸呢，它正好还在，这时候我们刚刚开始了解它。珊瑚这就是属于是一个更理想的状态啊，我们及时的了解了它，然后我们又及时的想到了办法可以挽救它。那做了跟不做，先做了跟晚做了，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别。涠洲岛因为火山喷发，凭空诞生在海里。千万年来，它逐渐被绿色覆盖，被珊瑚环绕，鱼虾繁盛起来，又引来了海中巨兽。为了使人类的加入不打破这种平衡，需要抓紧研究。每一个成果对地球上的其他地方都是宝贵的参考，因为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地球的每个角落。洋流运输，游客到访，给涠洲岛带来大量垃圾。岛上居民决定自救。我很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对付垃圾的好办法。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还有其他可以换咖啡的方式。15哦，好，16哦，牛！好，咱俩不用做了。我是涠洲岛零废弃民宿的，我们这边是不提供一次性的洗漱用品的，可能需要您自己带哦。啊？为什么呀？哦，因为。旅程。